如果电影里面有奇葩剧情排行榜，这部2011年的《无妻之夫》绝对能榜上有名。话说深山老林里有一座豪华大别墅，别墅里有个装着监控摄像头的房间，里面关着个美若天仙的女孩，叫薇娅。薇娅正搁屋里练瑜伽，场面看起来相当和谐，但其实她被人囚禁在这地方已经整整6年。虽说被囚禁着，但她似乎被照顾得挺不错。有个老佣人玛利亚，像个专业营养师似的，每天都会给她搭配好饭菜，通过升降机送到房间。除了吃的，薇娅要是想要点别的啥东西，只要对着墙上对讲机喊一嗓子，玛利亚一般都能给安排上。就这么着，薇娅从一开始的又哭又闹寻死觅活，到现在看似慢慢接受了这种奇葩生活，但其实心里面一直琢磨着该怎么逃出去。这位在演讲台上激情澎湃、口沫横飞的男人，就是把薇娅给关起来的人，名字叫做罗伯特。这罗伯特可不得了，是个超牛的整形医生，研究的是皮肤再造和移植技术，这可是医学界的一大难题。罗伯特在台上讲的那叫一个激动，说重度烧伤的病人光活着可不行，还得有好皮肤，这样才能有生活质量。经过他多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搞出来一种叫做加尔的人造皮肤，据说能防蚊子咬，还不怕火烧，贴在皮肤上严丝合缝，还没副作用。这简直神了，所以刚讲完，就有个同行把他拉到一边，偷偷问他是咋攻克皮肤韧性这大难关的。这一问可把人惊到了，罗伯特居然是用转基因变异的法子，把猪皮细胞转接到人身上。同行一听急眼了，质问他是不是脑袋进水了，往活人的身上搞转基因疗法，人又不是水果蔬菜，这可是严厉禁止的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罗伯特赶忙解释说，这种规定就是狗屁，用新科技造福人类有什么不对？而且实验活体都是签了合同的，完全自愿。再说了，这也就是他私底下搞搞，不会真拿这个去挣钱。晚上，罗伯特就跑薇娅的房间去了。所谓自愿的实验活体，当然就是被他强行抓来关了6年的薇娅。看着薇娅身上的加尔皮肤，那可是超越正常人类的完美皮肤。罗伯特的眼神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自己捣鼓出来的完美艺术品，满足的不行。这天，老佣人玛利亚跟罗伯特说，实验都成功了，薇娅没啥用了，留着可能惹麻烦，干脆做掉算了。这话很是狠了点儿，但以罗伯特的角度看也没说错。可罗伯特的脑子跟抽风了一样，死活不肯答应。被烦得没办法，罗伯特就退了一步，让玛利亚把家里其他佣人都给辞了，这样就不怕泄密。玛利亚劝也劝不动，只能照办。转天，罗伯特家来了个咋咋呼呼的男人，穿一件虎皮衣服。这人是玛利亚在外头躲了好多年的儿子扎卡。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善茬，最近才刚刚跟人合伙抢了一家珠宝店，警察正到处逮他呢。想到这儿避避风头，玛利亚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可扎卡这货蛮横不讲理啊，强行闯进去到处乱窜。巧了，刚好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了正在练瑜伽的薇娅。这扎卡一看见薇娅这么个大美人，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兴奋的不行。玛利亚一看坏了，赶紧想把他给撵走，结果不但没撵成，自己还被绑在椅子上，连房间钥匙也给抢走了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里的薇娅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朝对讲机喊了半天也没人应，就警惕地躲在门后。扎卡刚打开门，冷不防挨了薇娅一脚，摔了个四仰八叉，心说这妞力气可真大。可扎卡也不是吃素的，反应贼快，一把抓住薇娅，又给扛回房间，还把薇娅给欺负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罗伯特回家了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气得脸都歪了，二话不说就掏出手枪，砰砰2枪，把扎卡给打死了。奇怪的是，玛利亚看到自己儿子被罗伯特打死，居然不报警，还帮着罗伯特收拾现场，这可把薇娅看傻了。趁着罗伯特出门处理扎卡的尸体，玛利亚跟薇娅说了些事，薇娅听完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原来罗伯特的妈妈生不了孩子，罗伯特的爸爸就和玛利亚生了罗伯特。换句话说，扎卡和罗伯特是同母异父的兄弟，不过罗伯特自己不知道。可扎卡为啥对薇娅那么来劲呢？答案更加让人无语，因为薇娅跟罗伯特死去的老婆加尔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这中间还有个狗血的绿帽故事。扎卡这货是个天生的坏种，在街头厮混长大，抢劫贩毒无恶不作，可就这么个晦气玩意儿，罗伯特的老婆加尔居然和他看对了眼，两人一见钟情，扭头就私奔了。谁知道半道上出了车祸，车着火了，这扎卡可真不是东西，从车里爬出来就没管另外那个，自个跑了。等罗伯特赶到的时候，加尔都已经烧一大半了，好在救得及时，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。从那以后，家里的镜子就都拆了，
罗伯特则开始没日没夜地研究皮肤移植术，想让嘉儿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可是有一天，嘉儿在睡梦中被女儿诺玛的歌声给吵醒了，就想起床去看看。这可是他出车祸之后第一次下床，他刚打开窗户，看到玻璃上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影子，一下就受不了了，脑子一热，直接跳楼了，还正好落在诺玛面前。诺玛当时正玩着呢，被吓得哇哇大哭，那么小的年纪哪能经得起这打击呢？从那以后就有些疯疯癫癫的。听完这些既悲惨又奇葩的往事，薇娅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就是嘉儿的替代品。这时候罗伯特处理完尸体回来了，然后说为了安抚薇娅，今晚要和薇娅一块睡。睡着睡着，罗伯特做起了梦，思绪一下子飘回到了7年前，那天他带女儿诺玛去参加舞会。在舞会上，诺玛遇见了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，叫文森特，两人一眼就对上了，很快就手拉手跑到外面小树林里约会去了。哪知道文森特正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，诺玛的病突然犯了，整个人变得狂躁不安，大声叫喊。文森特怕被人发现，抬手就给了诺玛一巴掌，也许是天生神力，居然一下就把诺玛给打晕了，吓得他骑上摩托车扭头就跑。巧的是，罗伯特这会儿刚好出来找女儿，看到了文森特的背影，女儿则衣衫不整地躺在地上。诺玛被吓得不轻，一醒来还以为是罗伯特打了他，就特别抵触罗伯特碰他。更惨的是，从那以后，诺玛的精神就变得更加不正常了，只能住院治疗。这一切当然都得怪那个该死的文森特。于是有一天晚上，罗伯特瞅准机会，把正在山里骑摩托车的文森特给放倒，抓起来关进了一个黑漆漆的山洞里。罗伯特就给文森特留了一盆水，让他不至于渴死，准备等忙完别的再回来好好料理他。然后罗伯特就开车去医院看女儿，哪知道女儿还是特别抗拒他，一见面就吓得躲柜子里哭个不停。罗伯特心里像被刀扎一样，只好先回避。可没过多久，医院就传来消息，说女儿跳楼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罗伯特感觉天都塌了，强忍着悲痛把女儿下了葬，心里恨得咬牙切齿，计划着要狠狠地折磨文森特。当天夜里，罗伯特返回山洞里，熟练地把文森特迷晕，然后搬到了手术台上。见过狠的，没见过这么变态的。你猜罗伯特想干什么？他居然伪造了一些文件，然后把同事给请到自个别墅，准备给文森特做变性手术。原来罗伯特住的这个别墅既能住人，又能当诊所，方便那些注重隐私的病人，所以同事们也没多问，就把手术做了。等文森特醒来，罗伯特就告诉他变性手术做完了，很顺利，有没有感觉下半身凉飕飕的？睡一觉命根子没了，这叫文森特怎么接受？急忙解释说那天晚上他啥坏事也没干，可女儿都死了，罗伯特哪能听他的？在后面的日子里，罗伯特又给文森特做了好多整容手术，把文森特彻底整成了一个女人。这期间，文森特根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一次又一次的逃跑，甚至用了好多极端的办法，但始终也没跑成。而且每次逃跑失败，罗伯特的怒气值都会飙升，文森特干脆也不挣扎了，随便罗伯特在他身上折腾。最后的最后，手术终于全部完成了，文森特不仅变成了女人，还被整得和罗伯特死去的老婆嘉儿一模一样。看到这里，观众应该也猜到了，没错，这个文森特就是被关在房间里的薇娅，咱们也还叫她薇娅吧。从那以后，罗伯特就把薇娅当成活的试验体，不停地做着他的转基因实验，大概就是先把薇娅的皮肤烧坏，然后把她研究出来的皮肤缝上去。就这么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经过好多次失败，罗伯特的皮肤终于成功了，取名叫做嘉儿，那是亡妻的名字。看着和亡妻长得一模一样的薇娅，有那么一瞬间，罗伯特的眼神里有了一丢丢心动的意思。时间拉回到现在，自从那天和薇娅相拥而眠后，罗伯特对薇娅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也不限制薇娅的自由了。时隔6年，薇娅终于能走出那个小房间，呼吸点新鲜的空气。薇娅一高兴就答应罗伯特说她不会逃跑，这辈子都跟定他了。就这么着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俨然成了一对恩爱夫妻。这天早上，薇娅想上街逛逛，罗伯特没多想，就让玛利亚陪着，好有个照应。玛利亚有点担心，跟罗伯特说，到了街上薇娅要是想跑，推开他就成了，别忘了薇娅的力气可大着呢。罗伯特却信心十足，说现在他和薇娅那可是真爱，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们分开，让玛利亚别瞎操心。玛利亚和薇娅走了没多久，罗伯特就给医院的负责人打电话，说他的别墅以后不当诊所用了。负责人很不理解，好好的为啥说不干就不干了呢？
罗伯特就说他有自己的打算，但其实是他无法解释薇娅的存在，总不能说捡来的吧，还和亡妻长得那么像。再说了，那些帮忙做变性手术的同事们，虽说被蒙在鼓里，但罗伯特看见他们就烦，这会让他想起文森特那张丑脸。负责人哪知道这些弯弯绕绕，心里很不痛快，决定好好查一查这罗伯特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。这一查不得了，负责人发现当年罗伯特给一个叫文森特的年轻人做过变性手术，而且同意手术的文件是假的，这可是大问题。然后呢，负责人又刚好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，文森特的妈妈登报在找他的儿子。负责人恍然大悟，我说好好的干嘛有钱不赚了，原来是绑架监禁，还强行改了人家的性别，这可是天大的把柄。于是乎，负责人就拿这个威胁罗伯特，要求他收回决定，继续为医院发光发热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薇娅居然跳了出来，说他就是文森特，哪有什么绑架啊，变性手术是他自个儿同意的。负责人一听傻眼了，闹了半天人家是两情相悦，也不好再说啥，只能灰头土脸的走了。经过这件事，罗伯特对薇娅更是彻底放心了。可薇娅知道妈妈登报找了他6年，心里像打翻了5味瓶，又想到了逃跑。于是当天夜里，薇娅借口说想拿点东西，噌的一下就下楼了。罗伯特也没在意，哪知道薇娅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枪。强行把她变成女人，还做了那么多残忍的实验。薇娅可没手软，直接扣动扳机把罗伯特打死了。对了，薇娅迅速缩进床底下，竖起耳朵听声音。等玛利亚听到动静上来查看时，也把她给崩了。最后薇娅一路狂奔，终于逃出了带给她6年噩梦的可怕别墅，跑回了妈妈的店里，才说到一半就哭成了泪人。无妻之夫这部电影简直是脑洞大开的奇葩之作，为了复仇把男人整成老婆模样，还囚禁起来搞医学实验，最后还爱上了对方，这是何等的心理扭曲。总的来说，这就是一部充满伦理争议、情节荒诞离奇的重口味电影，让人一边吐槽一边又被这狗血剧情吸引，不得不佩服导演这清奇的脑回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